埃及货币崩盘后加入世界5大货币崩盘俱乐部，他们都是谁？3月6号，埃及货币突然崩盘。与埃及一样经历货币崩盘的国家还有哪些？现状如何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埃及货币崩盘。埃及地跨亚非2大洲，国内有丰富的油气资源，石油储量约32亿桶，天然气储量约2.1万亿立方米，还有磷酸盐、铁矿、金、锰、煤、银、锌等多种矿产资源。埃及经济比较开放，拥有相对完整的工农业以及服务业体系，服务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6%。该国粮食无法自给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。工业以纺织和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，油气产业一直是埃及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。当地时间3月6号，埃及货币突然崩盘，埃及镑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一度暴跌近 40%， 1美元约等于 50.55 埃及镑。埃及政府宣布将关键利率上调600个基点至 27.25%。 同时，为了缓解严重的外汇短缺问题，埃及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。埃及货币崩盘之前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建议埃及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，因为该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接近 30%。 埃及拥有 1.04 亿人口，但是 60% 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。俄乌冲突的爆发使该国粮食进口受到巨大打击，由于国际粮价的上涨，埃及的国际储备规模持续暴跌，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。一份调查预计，2023年该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 34.1%。巴以冲突的爆发再次打击了埃及汇率市场，同时由巴以冲突外溢产生的红海危机，导致苏伊士运河的贸易大幅下降。运河贸易是埃及外汇的重要来源，今年1月，埃及的相关收入暴跌 44%。 此外，埃及外汇短缺也跟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。2023年，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同时，一直保持高利率，大约200亿美元的热钱逃离埃及市场。此外，埃及还有另外16亿美元的资金出逃。2. 阿根廷。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，国土面积 278.4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4665万。阿根廷在南美洲的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，在20世纪初，阿根廷的经济总量曾经位居世界前10。1950年之后，阿根廷主要的经济问题是货币问题，个人政府的经济改革轮番上阵，但恶性通货膨胀始终如一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阿根廷的通胀率一度高达 3000%。阿根廷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，导致阿根廷比索贬值严重，国家一度7次破产。2023年10月19号，哈维尔·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，实施了一系列紧缩的经济政策，包括实行美元化、关闭央行、结束货币管制、削减国家支出等。2023年，阿根廷比索已大幅贬值 77.89%， 贬值幅度全球第2。截至同年11月，阿根廷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 160.9%。3. 巴西。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，面积 851.49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 2.03 亿。该国的经济实力位居拉美首位，2023年的 GDP 为 10.9 万亿雷亚尔。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，巴西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0%， 但80年代以后，巴西深受高通胀和债务的困扰，陷入长期滞胀发展时期。该国是一个传统的农牧业国家，也有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，服务业的产值占 GDP 的近 60%。2020年疫情的爆发给巴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同年4月24号，巴西股汇两市双双下挫，雷亚尔对美元一度跌至 5.7456， 遭遇崩盘式贬值。4. 津巴布韦。津巴布韦是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，国土面积3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518万。津巴布韦的工业在非洲较为发达，制造业、农业和矿业是其经济发展支柱。津巴布韦的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首都哈拉雷和第2大城市布拉瓦约。黄金是津巴布韦创汇的重要来源，该国是全球第2大铂金产地。在农业方面，津巴布韦被誉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，粮食自给有余，农牧业占 GDP 的 10%。同时，该国是世界第3大烟草出口国。根据报道，2024年迄今为止，新津巴布韦元已经下跌近 50%。目前，津巴布韦市场上 80% 的交易用美元结算，大部分零售超市也改用美元标价。该国的官方汇率定价为11000新津元兑换1美元。
津巴布韦存在严重的通胀，该国自独立以来通货膨胀率达220万。截止到2023年7月，该国通胀率243.8%，位居全球第一。为了应对失控的通胀，政府开始大量印钱，货币大幅贬值，国内物价和生活成本飙升，这对津巴布韦的社会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。5. 黎巴嫩。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，面积10452平方公里，人口为607万，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。黎巴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，私营经济占主导地位。该国的服务业较为发达，金融、侨汇、旅游、贸易是黎巴嫩经济的4大支柱。在1975年内战发生前，黎巴嫩是中近东的金融贸易和交通、旅游中心。内战之后，黎巴嫩陷入经济困境，背负巨额外债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。2019年以后，该国多次出现严重经济危机，货币一度贬值超过90%。2022年，黎巴嫩政府和央行已经处于破产状态。经济危机的影响远没有结束，再叠加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，使黎巴嫩经济严重受创。一大表现就是货币贬值。2023年3月14号，黎巴嫩本币黎镑对美元的比率突破10万比1。该国政府确定的15000比1的固定汇率已经实际崩溃。官方金融系统已经彻底失去公信力，该国原有的支付系统失灵，在多重压力影响下，该国不得不进行货币超发，将高额债务和赤字进行货币化，但是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本币的贬值，导致恶性通胀的发生。